大家好，我是扫地僧。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财富的多少是与什么有关吗？有的人说是知识，有的人说是出身、智商、情商等等。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仔细的想想，因为真的很重要。想错了，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小学当老师让我们用因为所以去造句的时候啊，其实他已经把这个世界最深奥的哲学告诉我们了，但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察觉到，甚至老师也没有察觉到。这哲学叫做因果论，有因必有果，有果必有因，也是佛教的思想。只是这因果关系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。有一个故事啊，是真人真事。在外国有两个兄弟，他们出生在同一个家庭，他们的父亲常年酗酒，喝醉之后无一例外的对他们进行打骂，母亲对这一切也漠不关心，只是做着自己的事。然后20年过去了，这家庭的弟弟穷困潦倒，而且正在某个监狱里面服刑了。大家并不意外，因为大部分人认为的因果关系是这样的，因为这个弟弟生在不幸的家庭，所以他才会穷困潦倒，对吗？但很意外的是，这个家庭的哥哥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，坐拥着无数的财富。那这时候用因果论去解释，不就解释不通了吗？因为哥哥生在不幸的家庭，所以他家财万贯。这样说好像有点怪怪的。那为什么这两个小孩会走上截然不同的人生呢？有个记者啊，就去问那个弟弟，为什么你会沦落到今天的地步啊？毫无疑问，这个弟弟张口就埋怨自己的原生家庭，指责父亲的暴戾无常，还有母亲的不负责任。他认为啊，自己出生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注定是失败的。这记者点了点头，然后就去问那个哥哥了。但那个哥哥却给了截然不同的答案。他很感谢这样的家庭，正因为是这样的环境，才促使他要更努力。只有努力了，才能过上好的生活。于是他成功了。为什么同样的因却造就了不同的果呢？不，我们都错了。他们的因并不一样。这个因并不是他们的出生环境，而是他们对事物的看法。一件事发生了，为什么有的人认为是一件好事，有的人认为是一件坏事呢？而为什么认为是坏事的，永远也只能得到坏的结果呢？答案已经很明显了，因为所有的因并不是事情的本身，而是我们对事情的看法。这个事情包括了我们的财富，那我们该如何改变这个因，从而提升我们的财富呢？其实很简单，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因为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频道关于培养企业家、资本家、有钱人的免费信息了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以下的4个方法，大家仔细的听啊，因为真的很重要。第一，停止对所有事情的抱怨，这对我们不是出生在富裕家庭却想要白手起家的人尤其重要，因为抱怨是我们摆脱不了贫穷的关键啊。之前提到的宇宙吸引力法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散发出什么样的能量，我们就会吸引到什么能量的事物，真的是这样的。马云在一次演讲就已经无意的透露了，他运用宇宙吸引力法则改变了命运，而这个改变就是从他不抱怨开始。我们都知道，以前的马云也没有什么钱，他说他以前跟身边的人一样，抱怨他的父亲为什么没有地位，为什么不是局长，抱怨他舅舅为什么不是银行里的人，抱怨他自己为什么去应聘了30多份工作，也没有一家公司录取他，抱怨他连续应聘插盘子的职位也受到了拒绝。直到后来他开悟觉醒了，他并没有透露他是如何觉醒的，但从我对马云这个人的理解啊，可能是他去了美国，认识到互联网，让他生出一个梦想开始吧。因为我自己也是因为有了梦想才开悟的。其他伟大的企业家，比如李嘉诚、乔布斯、比尔盖茨也是。我们开始不抱怨了，因为我们知道抱怨也没有什么用，不是吗？因为问题根本不是出在我们的出身上啊。这世界所有的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啊，大家有没有听懂啊？当我们这个社会每个人看到全是坏的时候，只有你一个能看到是一件好事，你不就成功了吗？当我们这个社会告诉我们买房置业很难，然后你就跟着这些洗你脑的人去抱怨买房很难这件事，那你能买到房吗？这是真相啊，各位兄弟姐妹们。我以前还没有创业，没什么钱，还在大学做兼职打工的时候，每次我听到有些人告诉我，这时代的年轻人都不可能买得起房，我就想吐啊！你买不起房，关我什么事啊？这些人只是给自己的失败先找到一个借口啊。
我当然知道靠死工资是买不起房啊，但抱怨有什么用呢？你有尝试过去学怎么开源吗？你一年看多少本关于赚钱的书啊？这些如果你都没有做，那其实并不是买房这件事很困难，而是你这个人能买到房子很困难。刚才那故事的两兄弟，一个很成功，一个却很失败，这个案例或者说是一个实验，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真理，其实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没有好坏之分，而判断这些事情好坏的就源于我们自己的内心，这与事情本身是没有关系的，反而与个人的定义有很大的关系。所以让我开悟的其中一句话就是世上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当你认为这件事是好的，那么它就是好的，当你认为这件事是坏的，那么反之就是坏的。这社会啊，有的人就会带着善意与我们相处，为我们带来光和热，可也有大部分的人疑声戾气，打击你，侮辱你，甚至嘲讽你。当我们遇到这些负能量的人的时候，我相信会有两种人，他们处理的方法也不同。第一种是 97% 的人，当他们听到有恶意的嘲讽或是语言挖苦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会表现出极其愤怒的情绪，甚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一定会与别人产生口角，争执一番。而另一种就是 3% 的人，他们并不这样觉得，他们会感激这些打击他们的人，因为他们鼓励了他，让他从现实中猛然惊醒，得知不能再像这样颓废下去了，于是奋起直追，朝着目标不断的努力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，创造美好的生活。而所有成功的人都一定是后者。如果你想要成功，你今天就要让自己变成后者，凡事都是好事，你每天遇到的事都是来成就你的，学会感恩的接受这个世界来成就你的困难，也就是宇宙吸引力法则最核心的秘密，这边我也告诉你了。那第二，学会动一下你的脑子，去想想自己做错了什么。当遇到挫败的时候，有些人就会过来安慰你，教你不要把所有的事都揽在自己的身上。虽然这种人是好意，但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这自然的真相，这世界所有的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啊，都是你自己生发出来的。刚才提到过的吸引力法则，如果你有一个负面的结果，其实也是你自己的负能量所生发出来的。所以当我们遇到坏事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学会去想如何把这变成一件好事。比如金融危机，几乎每个人在那段时间有投资的都一定亏钱，那么为什么有的人就去跳楼，有的人就能东山再起呢？除了是不要抱怨之外，我们更要去反思自己的问题。买股票的话，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贪婪没有做好止损，不断的借刀，越跌越买，然后是不是因为自己的恐惧，在谷底的时候把货卖了？股票市场是最能探索人心的地方，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亏钱的都是那些没有交易系统和纪律的人，都是那些只会把责任怪在一个跌势或者金融危机上的人。有危必有机，为什么我们少数的人能在跌势的时候赚到钱呢？除了因为我们平时有在看投资与财商相关的书籍外，还有我们会反思自己的问题，而不是去抱怨别人和这个股票市场。我们不会抱怨自己生不逢时。又比如有的人说买不起房子，你明知道拿着死工资是不可能买房的，那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为买房这件事做了些什么样的改变呢？你有没有去接触过一些什么新鲜的事物以及资讯呢？在你上班或者下班做事的时候，你在听歌还是在阅读呢？你知道在同一个时空下，一些想要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是怎么做的吗？拿参加了我品书会的兄弟姐妹们做例子，我很欣赏他们的一点就是，虽然他们还在打工上班，但是他们愿意相信我，愿意每周花2天10几分钟的时间和我们团队一起听书学习，然后写下笔记和反思，然后在我们的 Facebook 精英群里面分享，有一些观点和赚钱的思维，我甚至要向他们请教，向他们学习。就这样，他们坚持1年做这件事，1年后他们就吸收到100本书的智慧了。这就是愿意反思自己的人，愿意为自己改变的人会做的事。By the way， 这个品书会是一个新开的平台，里面所有的书籍以及内容都是全新的，连 Facebook 群组也是
是全新的，因为这个新平台是比较针对一个目的的，4个字：财富自由。然后最近跟团队商量，可能会涨回原价，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点击影片描述栏上的链接，用限时的优惠加入我们财富自由品书会吧。5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停止埋怨的最好方法就是反思。一个人能够成长，不是说随着你的年纪和身体的长大就能够变聪明的，而是要每天学会反思，经做思过。可这是少数人会干的事，就算他们反思，他们也是反思自己的不对，然后越想越生气，然后就整个晚上都睡不着，然后惹你生气的人却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你生气和抱怨有什么用呢？比如说那个人骗了你，或者说你认为那个人很自私，但你知道吗？问题不是出在那个人身上啊，其实也是你有问题啊。你不懂带眼识人，能怪谁？你为什么要跟这种人交往？所以大家反思的时候，就不要想这些抱怨的事了。我们做人要扬长避短，就是我们要尽量发挥出我们的优点，隐藏我们的缺点。但并不是我们不去正视我们的缺点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去想我们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，然后默默的去改。曹操说过一句话，改变了我的一生，今天我分享给你们：知错改错，不认错，你们自己好好的去品，这是最高的境界。另外，如果你是当老板的、带团队的，你一定要思考在这段时间内，你信誉上有没有出现过忽悠别人，或者说是敷衍别人的情况呢？就比如我为大家讲赚钱的哲学，就是抱着渡人渡己的态度去做这件事的。当有人的生活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去改变他们的经历，这其实就是儒家思想。我这个频道不是因为免费所以就要喊口号的，我要求我的团队必须要秉承着做实事的态度。而我的财富自由品书会虽然因为成本的关系不能做到免费，但也并不是说今天我收取了别人的钱财，抱着消财免灾的态度，只要把事情做了就行了，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。既然答应了别人的事，就要做到最好，这不仅是对自己的考验，也是对别人的尊重。只有尽心尽力的做事，才能算是忠，这也是远瞻性。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我们社交或者说做生意、做人，最重要的就是诚信，这是李嘉诚说的。他没有改错名字，一个失去诚信的人，是不会有人愿意和他交往的。当出现无人问津的局面的时候，就会抱怨为什么没有人和我交往呢？其实他不知道，大多数原因都来源于自身。答应朋友的事一定要做到，如若做不到，就不要轻易的答应。二来，如果损失了自己的信誉，以后就没有人敢与你交往了。这句话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我们要实实在在的做人，不要虚伪，也不要满嘴胡话，这样不仅自己累，别人相处起来也很累。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和指出朋友的错误，真正的朋友是会认真的听取别人给他的意见，多结交一些有共情能力的朋友，不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生命浪费在无用的社交上。说到最后一点，传不习乎，就是告诉我们要在学习后及时温故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，在思想中进步，在进步中成长。第三，只有生生不息的奋斗，才能摆脱抱怨。最近有个朋友抱怨他很忙，然后他约我吃饭，我就很纳闷了，你既然这么忙，为什么还有时间约我吃饭呢？于是我就问他，晚上没事干吗？他说晚上可以留点时间给自己休闲一下，但最近因为太多事做了，连打游戏的时间都变少了。他这样一说，我就知道他并不是很喜欢他的工作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，但我自己就是在做我喜欢的事。我认为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休闲啊。比如，虽然我的公司已经自动化运营了，但我还是喜欢回到公司和我的大疆人开会啊。然后最近不就新开了品书会这个平台嘛，我还是会亲自和我团队的人去选书、去讨论啊。然后晚上我就请他们吃饭，然后回到家我就开始为大家录音，然后就放到 YouTube 这个平台上。有的人就会问我，你这样做不累吗？你这样的人生有意义吗？我觉得很有意义啊。我这个人就喜欢思考和说话。我认为我这个人的存在就是为人带来价值，你知道吗？赚钱这件事在我看来就是在打游戏啊。每当我开发了一个新的项目赚到了钱，我都会觉得很有满足感，因为这证明了我的思想是对的。当然现在有些项目都不是为了赚钱，比如这个品书会，我们团队的成本确实不低，但只要不亏钱，
我们也要尽力的为大家提供价值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很有意义啊。每当我看到我们这 Facebook 精英群里面很多的兄弟姐妹们很感激我们的留言，说我们解说的书籍改变了他们的一生，让他们无论从收入、婚姻还是家庭上都有了明显的改变，我就觉得很感动。我在他们的文字上看到了爱，在他们分享的照片上看到了喜悦，在他们的思想上看到了和平。这不就是我们人类一生所追求的吗？我太爱我的事业和工作了，所以我能赚到比平常人多一点点的钱。而有很多人说，明明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工作了，为什么薪水还是原封不动呢？回顾一下你们的奋斗，那些旁人眼中废寝忘食的自己，却在背后疯狂的刷着手机，不停的自我安慰，再玩一下，就这样，明日复明日。马云说过，我们很多人晚上想想千条路，早上起来就走原路了。我们赚不到钱，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想法吗？不，人类有无限种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但真正阻碍我们成功的是我们没有去行动，去实践，就算做了也没有拼命。而你之所以不能拼命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在做的并不是你真正喜欢的工作，因为你并没有找到你的价值所在。那该怎么做呢？很多人就想不通，有什么事业是自己喜欢的啊？其实这互联网时代，找到自己喜欢的事业很难吗？想不到做什么，就和我一样去做自媒体啊。你喜欢打游戏，你就直播打游戏；喜欢在家里带孩子，就直播带孩子啊。你不需要怕没有人看啊，因为本来这些东西是你喜欢的事啊，你本来也会做啊，只不过现在你录个影，拍部影片罢了，然后你就可以上传到你熟悉的平台上啊。像我就比较熟悉 YouTube 这个平台，而且这个平台无论是流量还是广告收入都比较高，而且比较容易。你有一个 Gmail 就可以上传影片了，没有什么金钱上的门槛。当然我自己做事就要做到最精，也要达到最快的效果，所以我会去参加一些课程，去让自己能够尽快的成功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我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课程，就在这部影片的描述栏上，基本上所有在 YouTube 上能帮你引流的操作都有详细的讲解了。如果你现在加入，还能用到链接里最优惠的价格呢。所以当我们不拼命的去干，最后你会发现什么都没有改变，除了后移的发际线和被快餐文化充斥的大脑，你甚至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去读一本书，也无法体会到文字带给你的快乐了。所以你就怨天尤人，觉得是世界对你不公平，明明那么努力，还是得不到应有的馈赠。不要再自己骗自己了，不要被假装的努力蒙蔽着我们的真心了。奋斗是生生不息的，只要我们活着就要努力的奋斗。我们为何会有今天信息化发达的时代呢？皆因那些前辈努力的奋斗，始终秉承着改变世界的远大理想，文明社会也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。说白了，我们都是奋斗者的后代。试想，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者不奋斗，那么接下来面临的就是被灭国。如果穷人不奋斗，就只能饱受贫穷的折磨；如果学生不奋斗，就只能落榜；如果医生不奋斗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会流逝。可见奋斗的重要性。那些不奋斗却过着安逸日子的人，或许正在窃喜，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之所以他们还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是因为他的奋斗力超过了社会的消耗力。当你不奋斗的时候，消耗力来临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。看似美好，实则不然。奋斗是希望的开端，也是我们走向美好人生的永动机。正是因为奋斗的力量，才让我们摆脱焦虑，学会不抱怨。这一路上收获到了满满的幸福和希望。第四，去感恩这世界上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事情，就算是困难、是不开心的事情，你也要去感恩。就好像打游戏一样，如果你直接开挂去玩，你会有乐趣吗？无敌是最寂寞的。打游戏最大的乐趣，不就是过关带给我们的满足感吗？我们的人生不也一样吗？我们的喜悦不就来自于我们把一件困难的事情解决以后，那种豁然开朗吗？电视剧有时候也是有点意思的，至少剧情描述那些高富帅，那些生下来就是含着金钥匙的人，他们一路开挂，但他们却不开心啊。直到他们遇到了一个很平凡的女孩，然后就出现了很多困难，起承转合，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这样的人生才开始有意思啊。电视剧很喜欢用这些做题材，换汤不换药，但确实这带出了一个道理，就是太顺的人生没有意义啊。太顺的人根本没有真正的活过，
我们应该要庆幸，我们不是活在富裕的家庭里，因为这样的我们才能白手起家，自己去打江山创业，自己去思考项目，自己去组织团队，多么的好玩啊！如果一出生我爸就给我1个亿，还有意思吗？能成功的人都会觉得没有意思。如果你觉得有意思，你这个人也注定会混不好，因为现实是你爸不会给你1个亿，你只能靠自己。一个人一定要经历一些事情，才能理解商业、人性、人际关系以及金钱的重要性，才能理解什么是巧言令色、先以人。人除了外在也是有内在的，不要只看表面，要透过表面看到本质。所有人都是孤独的个体，靠自己才是最厉害的。自己不靠谱，什么都不靠谱。摆脱抱怨的最快模式就是踏踏实实的活，与成功人士合作，分了属于自己那一部分的钱财就完事了。我们因为热情学会了冷漠，冷漠其实是一种赚钱的方式，冷漠是一种理智的行为，会让人摆脱抱怨，赚钱更快，且成本更低。而热情似火往往伤人又伤己，徒添烦恼，也为别人带来困扰，给自己增加了很多困难。很多善良的人往往会出现多愁善感的情绪，在工作中，理智比盲目的热血可靠多了。人啊，应该要做自己的事，做具体的事，把一件事做到最好，让他人无法挑剔。很多人都会走进一个误区，抱怨别人容易，妥协自己却很难。就像开头我讲到的哥哥和弟弟的故事，弟弟只是一昧的抱怨自己的家庭，父亲和母亲的不称职，导致了他成了如今极端的性格。自己今天种种行为都是源自家庭，可哥哥站在不同的角度上，靠自己的努力，感谢这样的家庭激励了他，让他有向上的心，最终成功了。所以说，不要羡慕别人有本事，或者埋怨环境不好，也不要羡慕别人为什么那么富有。老老实实的干活，踏踏实实的做事，学习不逞能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，这片小天地也会被你经营得越来越好。人每时每刻想着自己的事，就会有收获，可以遭受到一些挫折或磨难，甚至这些困难会阻碍你前进的脚步。在没有看到希望之前，还会产生放弃的念头，但做的时间长了，有了经验以后，不断的研究探索，速度和效率就会越来越高。去赚钱，去拼搏，去发展，去聊天，去设计，去做一切让自己进步的事，专注做一件事。你的社交能力差，就去练心态，练表达能力，学情商，主动社交，参加社会的公益活动。你的勇气不够，就去锻炼，爬山、潜水、运动，去增加自己的勇气。你的知识不够，就去旅游、读书、打坐，丰富阅历，充实脑袋。你的能力不够强，就去学习，去不断发展自己，向别人请教，总结经验。所以从此刻开始，停下你那些无休止的抱怨，动起来才有美好的未来。我们要为心灵打造一面镜子，在镜子中，我们可以随时的了解自己的状态，无论你是愤怒还是开心，这面镜子都会折射出你的反应。我们要看到内心不能外露的世界，在言语和行动产生抱怨的时候，克制住自己。抱怨并不是一种好的发泄手段，它只会加剧事情的严重性，为心灵蒙上一层又一层的阴影。抱怨是一种流行病，它会由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，那时候不但不能找到解决办法，你之前的努力也会毁于一旦。不抱怨是一门艺术，人的一生必须要通过工作来实现个人的价值。每个人都有远大的理想和美好的憧憬，但是这需要一辈子的奋斗才能实现。然而，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抱怨这种病毒的时候，要找到解决的办法，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怨天怨地怨他人。抱怨最大的受害者其实就是自己。很多才华横溢却得不到重视的人，他们怀疑是上司没有重视他们，对工作总是有说不完的怨气话，不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。可聪明的人往往会先进行自我反思，看看是不是自己哪个环节出了错误，才导致了如今的状况。后者无疑是理智的，他掌握了不抱怨的精髓，之后肯定会迎来事业上的成功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让我们停止抱怨，大胆前进走，去寻找属于我们内心的平静。好了，
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只要你们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-2句话是有用的，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关于成为富人、企业家、投资家、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，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打小铃铛，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。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好了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，拜。